大家好，这里是播客斯文败类，我是思文，我是圆圆。本期节目由欧莱雅赞助播出。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是过年回家，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有点温暖又有点沉重的话题。我前两天在长沙录节目的时候，我当时坐在那个车上，就去那个录制现场的时候，然后那个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说：“哎呀，你们怎么现在还在录节目？我拉完你这一单，我要回家过年了。”听他的语气，感觉他像在奔赴一个任务，又像在奔赴一个自己的这种巢穴的感觉。我说您回家过年开心吗？他说怎么说呢，他说你说为什么这个每次11的时候人就很开心，过年的时候人就没有11开心呢？我说那你说为什么呢？他说是不是因为过年总要去一些自己不想去的地方？你今年回家吗？这个问题已经困惑我很久了。就每次说到过年回家这几个字儿，我都有点困惑，因为我小时候是跟我姥姥长大的嘛，就是每次一到过年，我姥姥的儿女们，就比如说我妈、我小姨、我舅舅，他们都会来我姥姥家。当时觉得回家过年这个词非常的清晰，就是回我姥姥家。但是他不在之后的第一次过年，在我过年买机票的那个时候，我就突然不知道我应该买哪儿的机票。我就觉得买宝鸡的机票好像，我不知道我回宝鸡要见谁，因为我妈他们都不在宝鸡。然后你说我去找我舅舅他们，感觉也不太合适。我要是一个人回宝鸡，那我回去干啥呢？然后我要是去我小姨家，我就觉得我姥姥不在，我去找我小姨也怪怪的。然后我妈呢，可能也去到处去玩，或者她也去我小姨家，我就突然之间不知道这个过年回家的家在哪里。我那一刻突然觉得这个家它可能不是指一个房子或者一个地方，它可能是指你最亲的那个家人所在的那个地方。所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很多年吧，我姥姥不在之后，我过年就会刻意的去回避这段时间。我过年的时候我就会去安排一些旅游，别人听起来就觉得我很潇洒，觉得哇你每次一到过年都出去旅游，但其实我在避开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时间的区间。而且好像我如果去旅游的话，我如果不去亲戚家什么的，显得也很正常。所以你过年回家吗？你应该比我清楚很多。其实我已经很多年过年都不回家了，这个习惯是从疫情的时候开始，中间大概有2-3年都没怎么回家。然后去年其实已经可以回家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敢回家。我去年大年30的时候其实特别孤独，那天就我一个人在上海，然后上海其实街道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我都不知道上海人去哪儿了。正好我的一个朋友他突然因为有事来上海，然后我们就2个人就非常悲惨的一块在那个地方看春晚。我就会觉得如果他不在的话我会更孤独。所以我今年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我就觉得要不还是回家一趟吧。可能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因为今年我妈不是来上海看病嘛，待了1个月，然后这中间我们发生了一些更深的联系吧。如果我不回去，她可能会很失落，大概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虽然我心里面还是挺紧张的。那你觉得你怕的那个是怕见你爸妈吗？还是说怕见你爸妈之外的其他的亲人呢？一会儿我们可以详细的讨论一下这个。今天我们不是聊过年吗？我们也有几个可讨论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春运，第二个就是家我们爱什么，第三个就是家我们怕什么，最后一个就是何以为家。感觉每一趴都有一种非常哀伤的色彩。是，我在写这期的大纲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是一期非常悲伤的播客。不知道正在听播客的朋友是不是在回家的路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对过年回家这件事情有很多的期待，以及你们感受过很好的一些体验。但是应该也有一些朋友像我和圆圆一样，对于过年这件事情会有一些小小的这种惆怅和一些哀伤。那我们今天就聊聊自己的体验吧，就是有没有共鸣的朋友都可以听一听。对，先聊春运吧。春运这个词可能现在大家都不是很熟悉了吧，很多年前这个词还是一个非常热的词。我印象非常深的时候是我刚来上海没多久，过年回家，我跟我一个朋友一起，我们当时抢了票，就是非常非常难的抢了票。
那天我们去坐火车的时候，根本就没挤上去，就是人多到你根本挤不上去，因为整个火车车厢里面塞得满满的，已经没有办法再容得下我们2个了。当时那些列车员就说你们就可以直接坐下一辆，下一辆挤上去了，虽然挤上去了，但是我们票没有坐票，而且那个时候还不是高铁和动车，是那种火车票，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在那个车厢里面待了10几个小时，而且那个车厢里面巨挤，就像那个高峰期的地铁，就是你是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你是在那个人群当中被挤着，悬空的。对。后来越离家近越来越松了一点嘛，就是下去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大概是凌晨多，然后慢慢宽松了一点，我跟我们朋友我们就在过道枕着行李睡的。我现在回想那个时期我都觉得有点离奇，觉得真的这样发生过吗？但是现在想想真的也就几年前，也不是说隔得非常非常远。我小时候对于春运的体会不是很多，因为我特别幸运，就是我没有太经历过春运。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西安，离宝鸡也就160多公里，当时还没有开通高铁，所以我当时买一个大巴票就从西安坐到宝鸡就2个小时，而且那个大巴都很宽松，每个人都有座位。没有经历过传统意义上的春运啊，但是我每次都听我们宿舍的女孩说她们春运的故事，就是我们过年之后都会发短信嘛，聊天儿。我们宿舍有一个女孩，她是山东临沂的。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大2的时候还是大3的时候，她就是当时带了一个大箱子，然后就回去春运。记得当时有一个新闻，就是全国当时都是大雪，雪灾，当时江浙沪都开始下雪了。然后她好像要在济南中转一下，临沂的那个地方。然后他说他在济南的那个火车站，因为大雪把路都封掉了，他就必须在火车站滞留。那个火车站就是滞留的旅客越来越多，那个路一直都是封的，都没有清理好。然后他在那个火车站待了3天3夜，我的天呀！然后他跟我说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很震惊。他说他在那个火车站待到第3天，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是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去任何地方。他在那儿坐着的时候，他的那个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然后他说他想把那个羽绒服脱下来放到别的地方，发现根本没有地方可放，他只能把所有的衣服穿在身上，然后他里面的那个衣服汗都湿透了。而且他说当时那个火车站根本就没有任何食物，因为旅客太多了。他说他平时看不上的那些什么小饼干、小蛋糕都被抢购。他当时跟他的一个老乡就在那个火车站一边滞留，一边2个人就掰那个什么好丽友派，2个人2天吃了2块好丽友派。他说那个时候他真的意识到什么叫好丽友、好朋友。然后我说你也太惨了吧。然后我那个时候觉得天哪，在一个家附近的地方上大学也太开心了。但是我对于绿皮火车的记忆还是挺深刻的。很小的时候我就坐绿皮火车去广东，因为那时候我妈在广东工作嘛。有一次放暑假吧，还是幼儿园的时候，我妈好像就把我带到广东那边去玩还是什么，我都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很清的是那个火车站全都是人，而且还是夏天的时候，全是人，然后人和人之间就没有一丝空隙，然后所有人都在边喊边挤边推着别人，拿着自己的那个箱子。当年的那个箱子还不像现在的那种万向轮，就是你可以推起来很优雅。你想90几年的时候，就是那种蛇皮口袋人造皮革的那种旅行包，上面写着上海2个字，都是那种包，然后大家就扛着背着就往那个车厢上面塞。我妈当时可能觉得带着我实在是太小了，我妈就把我往那个窗户里面塞，就是那个火车的那个窗户里面，我就被硬塞到那个窗户里面。我的那个身躯可能当时正好能从那个窗户缝塞进去，但是我进去了之后，我妈要从那个门进来，我一个人被塞进去之后，我就被架空到那个人群中间。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感觉，就是我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那个小桌板上，然后周围的人就那样挤着我，我也落不了地。然后我在想，我是上来了，我妈去哪儿了？半天看不到我妈，我妈就消失了，然后消失了好长好长时间。我就听到那个咣当咣当，车都已经启动了，我妈还没有出现，我就开始大哭在那个车上面。
然后所有的人就很烦躁，就是大家都在庆幸自己能挤上这辆车，根本没有人管这个小孩在那里哭，只觉得很烦。后来过了好久，就是我妈可能终于挤进来把我给拎走，我当时觉得九死一生的感觉。而且你在火车站能看到的人跟你平时工作生活中看到的人很不一样，就是你平时生活中的人跟你其实是差不多的圈层，但是火车站它没有什么圈层不圈层的，就所有人都要去火车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观察人的地方。以前我们在火车上就经常会有一些那种吹牛的大哥就在那个地方指点时事。我们以前坐那种卧铺的时候，就能听到他们在那地方聊一晚，国际国家被他们聊得透透的。哎，真的，就是火车上会有很多这种懂王专列。我记得每年到了快过年的时候，春运都是一个特别被值得报道再报道的一个新闻，就是今年春运的动态怎么样，然后今天的什么什么车站的旅客有多少多少，人流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觉得今年好像关于春运的这个声音越来越淡化了。对，最多就是票难抢一点，但是你还是能抢到的，没有那么难。而且现在很多车厢都是那种静音车厢，一有人说话，乘务员会过来然后说嘘，小声点啊，这么反正就觉得现在的旅途，你虽然跟这些人一起在一个车厢里面，但是你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以前在那种车厢里面，甚至能跟隔壁阿姨聊天，他们的全部的故事都知道了。现在的旅途确实挺无聊的，虽然很轻松很舒适，但是挺无聊的。那我也不要回到以前那种对对很有故事的破烂车厢。我记得以前有很多小说都是以什么在火车上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孩开始，然后两个人就发生一些很浪漫的故事。现在大部分时间就在那个地方刷刷手机睡睡觉。有时候我会睡觉，但是我会发现在旅途上睡觉其实挺不好的，因为你睡的姿势不对，就会压很多那种纹路。我有时候趴在那种小桌板上睡，然后起来就很多那种压纹。你知道人家说这个压纹的缓解速度象征着你的年纪和你的胶原蛋白含量。小时候每次夏天午休之后一到学校去，你会看见每个小朋友脸上都有一些凉席的痕迹各种凉席的印子很快就没了。然后我就发现好像越长大一点，这个凉席的痕迹消散的就越慢，到了某一天发现啊，怎么都过了半个小时，这脸上怎么还是印儿可能就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肌肤里面的弹簧它就已经开始垮塌了。我听说如果你晚上一整晚都在那个地方侧睡，就相当于脸上压了8个小时的4000克的杠铃。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我们的赞助商第3代欧莱雅紫熨斗眼霜了。它就是针对我们睡出来的这种侧睡纹，有侧睡习惯的朋友，或者是经常旅行的时候喜欢在那睡觉的朋友，真的可以来一支。真的，我觉得旅行其实是非常消耗皮肤状态的。我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各地流浪，就一会儿在宝鸡，一会儿在国外，一会儿在那个北京，然后一会儿去长沙，舟车劳顿，在各种交通工具上度过的这些时间，有时候感觉皮肤真的就是一觉醒来就会觉得皮肤突然变得又干又脆，特别是在冬天。然后我现在想想，可能真的跟我在那个飞机上火车上就一直那样子歪着，然后一醒来之后脸上都是压的那个纹儿，还有那个脖子都是酸的，真的就旅行还挺消耗的其实。但是没关系，咱们的这个眼霜还是可以把这个侧睡纹淡化掉，而且我觉得它用起来感觉真的挺好的。我看了一下它的成分，原来是玻色因 Pro， 现在有一个升级，它现在这个成分叫做玻色因 Pro 放大器，可以重建肌肤弹簧，撑起凹陷，就跟那个西蒙斯床垫那个弹簧一样。还有一个成分叫做欧洲月橘子精粹，持续10小时的淡化10大纹路。质地上呢，我觉得原来其实就挺好的。这次呢，它还搭载了自适应肤感科技，它可以自适应你的肤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管是干皮或者是油皮，它都很贴合你的皮肤。是的，那春运的部分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第二趴就是我们一直想讨论，但是其实没有找到气口讨论的部分，就是家我们爱什么。我看你这个问题真的觉得很直击灵魂，就是我看你这个大纲我真的想了很久。你知道就是人家说有一个玄学词汇叫六亲缘浅，
我有时候感觉我就是六亲缘浅，不知道它是不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啊。就首先呢，我是单亲家庭，就是我妈妈从小也不在身边，我是跟我姥姥姥爷长大的。我觉得这个的影响就是我长大之后，我妈妈工作没有那么繁忙了，然后她有更多的时间，大家相处的时候，我发现我跟我妈变成了一种很客气的关系，不太像比如说我看很多我的女生朋友跟她的妈妈就会说，妈你怎么这样啊，你不要这样子，就是她就会非常自然的讲这些看似是小小的抱怨，其实是一种我觉得像一种撒娇，像一种娇嗔，但是我真的不太能说得出口。然后我跟我妈就是说啊，那这个你多吃点吧，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大家有什么诉求就沟通一下，变成了这种关系。我觉得好像不是一种特别亲密的感觉。然后呢，我爸我是初中才第一次见他，就是我第一次见我爸我已经13岁了，我小时候见他我已经没有印象了。我跟我爸到了我30多岁的时候，因为生病，然后我在他家养病，我跟他才有了很多相处的时间。之前也一直是大概就是逢年过节大家就发个微信打个招呼这样的一个很淡漠的关系。但是呢，我到了30多岁，我当时觉得哇，到了30多岁居然有这么多的机会跟我的亲生爸爸相处，我突然觉得跟我爸关系还挺好的。我俩之间有时候有那种互相能感知到对方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挺神奇的。有时候我在想，血缘真是一个这么神奇的东西吗？这样的生活过了1年之后，我爸就去世了，突然之间就去世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怎么说呢？就可能也是命运吧。但是呢，我也挺幸运的。就虽然我从小跟我爸爸和我妈妈相处都不是特别多，但是我姥姥对我就特别好。小时候我觉得她非常的宠溺我，我其实不太会干家务，而且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其实非常一般，就是在我妈发迹之前，我家其实我觉得都非常的不怎么样经济条件。然后当时我们家就住在一个平房，当时那个房子连自来水管都没有，每次你要用水的话还要去那个巷子门口有一个公用的自来水管，去那边接水，然后拿那个扁担，就当年还有扁担，拿扁担就是2桶水挑回来，把那个水倒在一个大水缸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也没有自己家的洗手间，要去公共厕所上厕所。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姥姥就什么家务都不让我干，她就说你就学习你就玩就行了，家务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其实经济条件才开始有好转，到了3、4年级家里才买了第一台洗衣机。那个时候好像我从来没有体会过洗衣服是什么感觉，就我只知道我姥姥经常在外面手洗衣服。那个时候我是不太会爱家人的，我只知道我很依恋他们。我现在想想，那种依恋是一种小孩对于家长的一种依恋，但是那个并不是我能给到他的爱。我觉得我第一次真的能感受到我要去爱他，是我到了深圳以后。因为深圳的那个冬天说是广东，其实也挺冷的，因为他们湿度很高，5、6度就已经非常非常冷了。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要起来上班，当时就打开那个水管要洗脸，打开水管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个水太凉了，就这个水怎么能冰成这个样子，渗透到骨头里的那种冰法。在洗脸的时候我浑身都起了那种鸡皮疙瘩，就是毛都竖起来的那种冷。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脑子里突然想到，就是这个水如此之冷。我那么小的时候，我姥姥天天都要去外面洗衣服，她老是拿一个那种大盆，里面装了很多件衣服，还要去那个我们小巷子门口的那个公用自来水管去洗。然后有时候放学的时候，她还在洗衣服，然后外面下着那种鹅毛大雪。我就记得有个画面，就是我姥姥在那里戴了个袖套，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就对着那个水管洗衣服，然后那个水管还被冻住了，他还要烧一壶开水去把那个水管浇化，把那个水管拧开，在那儿洗衣服。然后我放学的时候我说姥姥，然后他就说啊你回来了，就他一点都没有不开心，他还是那种很有能量的感觉，说啊回来吃饭，怎么说，那就吃饭，你先回去吃饭，我把洗完就回去。我在想他那时候得多冷啊，冰天雪地，我在深圳的冬天感受这个自来水管我就觉得受不了。他那时候我记得他那个手上全是冻疮，手上都是红红的，脸上也都是冻疮。然后我那次在深圳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些事情，我突然觉得很崩溃，就那一刻我就在那里大哭。虽然要上班了，但是我还是就忍不住一直在大哭。就是我到20多岁我才第一次体会到
原来在冷水里面洗东西是这么可怕、这么难受的一个感觉。啊，天哪，我要平静一下。我觉得可能从那一刻开始，我第一次体会到，原来我姥姥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和辛苦吧。那一刻觉得我真的要好好的爱她，我真的要好好的对她好，然后她以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原来她以前做的事情没有那么的理所当然，就是我那一刻才知道，哦，原来我要为她去付出。所以从毕业开始，应该是从那年开始，我才知道说什么叫做爱。我觉得爱不仅是你想要见他，不仅是想要对他有一种依恋，还有就是你愿意为他去付出。我希望看到他开心，这种感觉。爱是什么？可能你突然心疼他，那可能就是一个爱的开始。对，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穿了一条裙子，那个裙子好像有一点那种羊毛的面料，就小学的时候，我们班的老师就问我说：“哎，他说王思文，你这个裙子是可以机洗的吗？还是要手洗？”我说：“当然手洗了。”我说：“我姥姥都是手洗的。”就我后来想到当时说的这句话，我都有点自责。我在想，我怎么能把手洗这句话说的如此理所当然，好像如此之不用付出什么东西一样的感觉。所以后来我就会去观察他的需求。就我以前觉得他的需求，我感受不到他的需求。我甚至有一年过生日的时候，给他买了一个那个捣大蒜的那个蒜臼。我姥姥有一个捣大蒜的蒜臼，它就是裂开了。我就觉得他好像很喜欢干活嘛。你干活，我给你买个干活的工具，你应该很开心吧？我姥姥说：“哎呀，我们家文文真懂事儿，给我买了个这个工具。”后来觉得很搞笑，因为我居然给他买了一个干活的工具，这也不是为他本人所买的一个礼物。所以后来我就给他买一些他自己很喜欢的那种漂亮的衣服啊、鞋子啊，哪怕是一些什么小发卡呀，他就很开心。我就觉得啊，好像终于学会去爱家人了。是。我觉得我们在家庭关系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我们两个这样，还是大部分人都这样，就是我们学会爱别人都特别晚。一开始我们要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惭愧，就是我的爱来的可能比你的还晚。上一次我们和戴锦华老师不是录播课来着吗？然后他讲了其中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对应我自己的症结。他就是说，可能由于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特别多，所以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接收别人的爱的时候，会将别人功能化。爷爷是用来干嘛的，奶奶是用来干嘛的，爸爸是干嘛的，妈妈干嘛的。我虽然不是独生子女，但是我确实也是从小被溺爱的，所以也是会有这样的倾向，就是会觉得别人为我做什么是理所应当的。我就会觉得，哦，我洗个碗他们就特别开心，他们就会说，哎呀，你长大了懂事了，知道心疼人了。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我洗碗他们会开心。我的爱并不像他们一样是发自内心的，而是我是反推出来的。给你买个东西你一定会开心，我买什么你都会开心。所以从青春期到我长大的很多年，我对他们的爱都有一种表演性质，就会觉得过年了我给你买个东西，但是无论是什么他们买了就会开心。可能你买的并不是特别好，但是他们也收藏起来。我真正的感觉到开始爱他们其实是从这几年，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渐渐变老，变得越来越脆弱了之后。我小时候会觉得他们很厉害，他们也不需要我的爱，我就觉得哦，他们是一个给予者，是一个给别人的，我是一个承受者，我的力量这么小，我这么小的人，我能给你们什么爱呢？但是后来因为我妈妈生病，然后我爸爸就是生意上他可能也遇见了一些难题，他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他们没有以前那么自信，他们说话的时候并不像以前那种意气风发，就是说很确定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然后以前我跟他们吵架吵不过他们，但是我现在一跟他们说话，他们就会想，哦，也许真的是这样，就是他们产生对自己的怀疑了。我就觉得，哦，原来我爱他们是因为我突然觉得我可以击碎他们，他们比我想象中的脆弱的多，在我面前经常流泪，因为可能我的话语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所以我说一些难听的他们就开始在那哭。他们一在那哭我就开始心疼了嘛，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发自内心的心疼，可能就是一个爱的开始。到后来你自己发自内心的去看他们的时候，你才发现自己原来对他们非常非常不了解。我妈生病的时候，其实我妈就跟我说她不希望别人来看她，然后我们来了很多亲戚嘛，然后我也不让那些亲戚去看她，我爸非让叫来，我就觉得我爸太不懂事了，怎么会叫这么多亲戚，又打扰他，然后我妈又不开心，闹得很烦。我爸跟我说，他说你不懂，你真的不懂。我当时还觉得我爸特别顽固，我还跟他大吵了一架，我说你不应该找那么多人。但是后来就是我妈基本上康复之后，我跟她视频打电话，她就跟我说，她说某一个亲戚都知道她病了，都不知道打个电话问一问。哦，这个其实是他自己需要的东西。我会觉得我跟我妈是一种天然的很亲近，我知道她真正需要什么。然后我爸是那种我妈天天吐槽他，我爸根本就不知道我妈真正需要什么。那一刻我才知道，哦，原来可能最了解他的人真的是我爸，不是我。你知道这个给我的震撼有多大吗？我会发现我才是那个最大的傻瓜，我可能是真的什么都不懂。因为你慢慢想了解他们的世界了，你才能越来越了解他们。然后前几天我妈给我视频的时候讲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我简直觉得都有点文学性了。就是我爸是一个特别命苦的人，他们是兄弟5个，他是排老三，是最中间的那个。他的哥哥弟弟都在上学，他上到初中的时候他就没上学了，就跟我奶奶一起工作。然后我奶奶当时是个干部，对我爸特别严，我爸就是也特别痞，经常被绑在树上打，打得非常非常惨。那一阵子我奶奶生病，然后我爸就背着我奶奶去那边看医生。打完针回去的路上，我奶奶突然说，她说她感觉有点不舒服，赶紧回去，可能是医生打错针了。然后刚放在那个病床上，我奶奶就去世了，就真的是因为打错针了。然后我爸是见证我奶奶去世的那个场景的，我就不敢想象我爸的人生，总觉得我爸其实是一个很命苦的人。但是我从小对我爸的印象就是我爸又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他都有点像那种快乐小狗。前几天也跟我爸打电话，我爸就跟我说，他说他小时候过得特别幸福。然后我跟我妈视频说，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爸觉得他小时候特别幸福。然后我妈想了很久，她就说可能他过得是真的幸福吧。她说我爸的小名叫小春，他身边的所有人都叫他名字叫得特别垮，就什么小春儿小春儿，就是叫那种特别垮有点戏谑的味道。他说只有我奶奶叫他小春，特别郑重的叫他小春啊。然后我就在想，可能我爸这么的快乐，自己发自内心的幸福，可能是真的他拥有一个真的很充分的爱吧。哎，天呐，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我最近录的那个节目，就是湖南台的那个我家那小子。我在里面就观察了很多嘉宾的家庭嘛，大部分都是男生，然后跟他们的爸爸妈妈包括兄弟姐妹的一些相处，我真的觉得妈妈太重要了。我不是绑架妈妈的意思啊，就是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妈妈的对他的态度太重要了。所以我在想，可能你奶奶很认真的叫你爸小春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别人怎么样，包括他自己真实的他自己的条件是怎么样都不重要。妈妈很认真的看着他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就能感受到那种被尊重、被爱、被看到的那种感觉吧。真的，所以就是家我们爱什么，其实还是就是跟你家人的深度关系。对，你看咱俩其实说到都感觉自己很不懂得怎么爱家人，然后两个人都说到一度疯狂落泪。我觉得其实对家人的这种爱是深深的印在你的骨髓里的，流淌在你的血液里的，虽然你不知道，但它一直都很浓很浓。对，下面我们可以聊一下就是家怕什么。相比于我们刚才说家爱什么，就是有一部分人他其实是害怕回家的。我其实仔细想过我为什么会害怕回家，我想出来有2个。第一个就是我其实不是害怕我的父母，我只是害怕我当时所在的那个城市。我每次坐高铁回到家，下高铁的那一刻，我闻到那个城市的味道，我就觉得我瞬间变小了，我就突然觉得回到了我的青春期，感觉我突然变成了10几岁的一个小孩。
然后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让我变得很脆弱，然后我又变得极其的容易应激，接近于有点闪回所有的树木啊、环境啊，甚至是吃的那些食物的感觉。我一吃我就想起来我当年吃到这个食物的时候我的心情是什么样的。然后我青春期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心里面塞了很多满满当当的情绪，我既没有发泄过，也没有像现在成长过可以包容它。所以我觉得我怕的可能是这个城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看似我特别洒脱，但是我对我的父母会有一些内心里面的愧疚。我觉得这些愧疚并不来自于真的愧疚，并不是说我因为我没有生孩子，我没有按照你的想法做我自己的人生，而是来自于内心的一种非理性的愧疚。我知道我不应该愧疚，我知道我的父母是我的父母，我是我们并不是一样的人，我没有必要对他的想法负责，我可以活出自己的人生，所有的道理我们全部都懂。你可以找10000个理由来说服自己不应该这样想，但是当那个愧疚来临的时候，他还是一下子会把你击碎，就是你把你所有的成长全部否定了，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地方。我想起来以前我还在舞台上表演的年代，就其实我去过很多地方，包括很多比较大的场地，我觉得我都还 OK。但是我最害怕的一场，或者说心情最复杂的一场，就是回我的母校表演。西电啊，就我大学。然后我记得当时台下坐着一些我曾经的辅导员老师，然后一些以前的就是我很熟悉的一些老师来看。哎呦，我觉得那个感觉太难受了，就是觉得好像你怎么样都无法让自己满意，会觉得非常想做到一个他们期待的样子，但其实他们对你没有那么高的期待，他们期待的就是你平时的样子，但是你总是在他们面前，在这些你曾经很亲近的人面前，总是不由自主的想让自己更好一点更好一点，但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就这种很焦灼的心情之下就搞得非常难受，然后觉得我演的还不如平时好。包括我自己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如果有表演，我就很不想让我妈他们来，我也不想让我姥姥来看我，我觉得他们一看我整个人就浑身不自在。电视上每次说哎呀天哪，我在学校有表演，希望爸爸妈妈都来看我，我觉得很奇怪，就为什么要来看我呀？就是我觉得我应付这个表演已经很紧张很累了，我还要有一部分分出去，希望满足他们的期待，我觉得我根本就完成不了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回家也是，我总觉得好像家人对我的期待是有一个壳的，就是他们有他们的一个标准，很难受，就是整个人非常的不自在，你既不能做自己，你也不能做他们期望的自己，就是一个双重否定。所以我觉得回家这几天其实我是很难真的做自己的，而且他们也不会真的把我当成一个大人，他们觉得你还是那个以前的小孩，因为可能我跟他们相处的岁月，那我就是小孩了，他们可能就觉得那文文还是那个文文，对吧？他们有时候会把你小时候的那种糗事拿出来说，我小时候还抱过你呢什么的。哎，我小时候经常跟我妈上街，就来一个非常陌生的阿姨，我妈就说你看这个阿姨小时候还抱过你呢。我心想我又不认识你，抱过我又怎么样呢？我有时候就在想，是不是因为其实我们跟家乡已经不熟了，但是由于我们的血缘关系，我们又格外的亲近，所以刚回家我们就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距离跟他们联系。因为过亲了，你们自己其实没有那么熟，但是过疏了之后，其实你们又是亲戚，你就不知道那个距离该如何拿捏。对，而且我觉得家里人会永远掌握一些你曾经的所谓的把柄，就你曾经的一些很不堪的往事。我甚至会有一些邪恶的想法，我觉得他们在老提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一种非常拿捏你的快感，就你看我还不知道你小时候光屁股的时候那怎么我就觉得哎呀，就好像你在成长，你总是有一些把柄，他总是在反复的玩味，我觉得很烦。然后你就想跟他说我已经不是那个光屁股的我了，但他们就说你不能否认吧，你光屁股的时候我当时就是跟你玩。因为过去太强大了，你想跟他建立新的模式又特别难，所以最好是去一些新的城市。就比如我在上海，我爸妈过来的话，我们相处模式其实是有真的进步的，
因为你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你们建立的回忆全部都是新的回忆，然后建立的关系模式也是新的，但是你只要回到家，就莫名其妙又回到那个他对你有绝对的权利，就很神奇。对，我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小学初中的时候吧，我妈那个时候还比较奢靡，然后买了一些那种名牌包什么的，我那个时候对她非常的仰视。比如说我去到我妈工作的城市，她的住所，她有时候会打开衣柜，我觉得哇，一个成功女性的衣柜都是金灿灿的衣服和非常靓丽的名牌包。然后我妈有时候就会把她用的很旧的一个钱包，她就说来吧，这个钱包给你吧。我自己感觉我像一个小哈巴狗一样，我说啊，真的吗？这个真的可以给我吗，妈妈？妈说你去用吧。然后我就特别激动，很兴奋，又有点讨好，还有点不好意思。我说啊，其实我在学校也用不了这种长的钱包。妈说没事没事，拿回去用吧。我说好吧。我就这样。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在上海的时候，我妈和我小姨她俩坐在我客厅的沙发上，我当时在整理东西，我一打开我的衣柜，我发现我也有一些我用不上的包，就我已经用到有点厌倦，或者它已经不太适合我现在的这个阶段了。我就把那个包拿出去给他俩，我说这个包你俩想要吗？然后我突然发现我妈和我小姨的眼中浮现出了跟当年小时候的我一样的神情，有点兴奋，又有点不安，又有那么一点点的讨好。然后说哎呀，这个包不是挺好的吗？你咋不用了？然后当时觉得哇好开心，有一种权力非常反转的感觉。但是呢，同时我又有点不安。那个时刻我记得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当时非常的不安。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和我小姨她俩是一个对于所谓的审美和家装非常苛责的一个人。然后我就发现她俩来到我的住所，我也会对我家的这个装饰和这些家装非常的紧张。我就生怕他俩点评我的什么东西，生怕我什么东西弄得不好，让他俩点评了。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很在意他们的评价，这也是我害怕回家的一个原因。对，我觉得害怕被评价可能是很多人害怕回家的一个原因。以前不是经常会有那种视频，就是说家里面的人围在那个地方说路过的狗都身败名裂了。真的就很吓人。而且我觉得每一个家庭可能他们的家人都有一些独特的评价的方式，比如我家人就很喜欢评价别人的穿搭，别人家的装修，可能有些人就很喜欢评价比如这个孩子的成绩，或者你的什么外表，你的身高等等。每个人他害怕的点是不一样的，就是你长期跟你的家人在一起，他们总会评价别人的什么东西。我姥姥特别喜欢评价别人的什么呢？她特别喜欢评价说过年了谁给的红包没有礼貌，人家去年给他800块钱，他今年才给他500块钱，这个做人就不好，你就不能这么做人，这个就很没有礼貌，很不尊重别人。所以我一回去，我就要非常尽礼数的给所有的我见到的亲戚朋友，就是我一定要红包不能给的很吝啬，不然就很不会做人，很不尊重别人。哎呀，我觉得方方面面我都在刻意的或者你不自知的去践行他们的某一种评价，但是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累。对，就有点像是你回家了要衣锦还乡，然后所有的事弄得漂漂亮亮的体体面面的。哎，对，但是平时就不是一个漂亮体面的人，怎么办呢？所以就经常会有一种矛盾感，你明明是回家，但是你感觉整天处于一种战斗状态，你并不是一个放松的家的感觉，反而是说我要显示出我过得有多好。尤其是除了面对你自己的爸爸妈妈和你自己的非常亲近的人，还有一些亲戚，你在那些亲戚面前你就会很需要装一些面子。对，那与其说这是回家，还不如说是来到了一个 T 台。哎，对对对，就好像你坐了那个火车，一下这个车你就开始上台了，然后好马上接近我家了，然后马上进入这个舞台，然后所有的亲戚都在围观你，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如果这些观众对你的表演没有反应好难受。这些观众也会对你表现出他们的嘘声，而且他们丝毫都不掩饰他们的嘘声，就是哎呀，这个孩子真是不行，就会这样说。对对对，很难受，真的。对，而且他们对你全方位的评价，他一定要找到一个直击你痛点的部分。哎，真的。然后我以前讲过一个段子，但是这个段子也挺是我的真实经历的，就是回家的时候，家里亲戚问你在外面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我说7、8千吧。他说7000还是8000？我
他说7000多吧，多多少？他们真的会非常具体的追问你，以至于你糊弄的不知道该怎么糊弄。即便糊弄了，他们也会找出你糊弄的一些破绽，然后回去你看，他虽然说他一个月挣7、8千，他穿的那个鞋一看就不是7、8千的人穿的。哎呀，所以我觉得怕回家的理由真的太多了。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人非常牢固的一个情感纽带吧，就是你甭管怎么样，你看虽然我们理出了这么多怕回家的理由，但是每次哎过年回不回家对，还是会问一嘴。我今天已经收到3个人问我说你过年要去哪儿，你过年回家吗？我觉得这是中国人非常难以摆脱的一个句式，这个句式后面就是你根深蒂固的这种脑子和这种情节。不怪别人爱做包饺子的结局，因为有时候到后面虽然你抱怨了那么多，但你最后确实会觉得哎呀热热闹闹的确实还挺好。我有一天我觉得我足够成熟，我甚至不需要过生日这个东西。我在想生日有什么好过的，对我来说是平淡的一天。结果我过生日那天我就刻意的没有跟任何人说我今天过生日，然后我的生日就那样过去了。到了晚上觉得天哪，我好凄凉啊，我的生日就这样过去了然后没有人记得。我觉得天呀，虽然很庸俗，但是还是大家一起给你点个蛋糕，什么点个蜡烛，跟你说啊生日快乐，说好庸俗啊，不要这样子，下次不要这样，然后下次说不这样也很难受。你说你过年爱吃饭不包个饺子吗？可能回家怕的就是一种极其别扭的情感连接。当然也有人的情感连接是很顺的，我确实有一些朋友会起家来就说哎呀我抢不到票，就很烦，好想回家好想回家。我一方面很羡慕，一方面也会觉得啊真的是有这样的人。哎，我以前有一个同事，我们那时候刚毕业，在一家公司，一个女孩，她也是西安人。她说你知道吗，今年过年回家我都没有跟我妈妈说我哪天回家，我那天我就偷偷买了机票，我到了家之后我进我家门，我妈在那儿扫地，我从后面捂住她的眼睛，我说你猜我是谁？她说哎呀我的女儿。我说妈妈开心吗？妈妈说好开心啊。我当时心想这是一个童话故事吗？怎么会有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就又很羡慕又觉得很陌生，太陌生了。而且我觉得我有时候还惧怕的是一种陌生感，他们彼此是很熟悉的，然后我突然在那个地方就感觉我自己是一个外来者。对，好像你偏离了自己的轨道，到了别人家的轨道上然后它又是你自己家，它又是别人家，哎呀，就又得客气，但是又不能表现出客气。我记得以前，因为我特别喜欢说谢谢，我都是习惯性的，比如别人给我递个东西，我让他说谢谢。然后我姥姥有一次，我一回家，我姥姥做了一碗面吧，然后递给我，她说来吃饭了，我说谢谢，她说哎呦谢啥？她说我们家文文现在跟我都陌生成这个样子了。我心想也不至于吧，但是你说我姥姥给我做饭，我能不说谢谢吗？我也不能。但你要说谢谢，好像大家又很疏远，就这种非常诡异的感觉。我们就可以聊到我们最后一部分，就是何以为家。对，就特别是像我这种常年无家可归的人，前几年我一直在思考说我的家到底在哪里，我到底如何有一个家这种问题。就是自从我姥姥和我爸都去世之后吧，我到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说，其实家它既不是一个固定的住所，也不应该是某一个，因为你如果把家定义成某一个亲人他在的地方，那这个亲人他可能终究会不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家是哪里呢？那可能很多像过去，比如说你如果生儿育女结婚生子，那很自然就是你的这个新的家庭，但它是一个家庭，它也不是说我心中的那个家，我心中的那个家更像是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很乌托邦的一个家。前2年有一天我就在我的住所吧，就是我住的地方，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出租屋，它不是我的家。但有一天我在那儿摸着我的猫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这儿都不是我的家，那我的家是哪儿呢？我觉得这儿是令我最舒服的地方，我最不用向任何人交代，并且可以无忧无虑的不用穿搭的地方。我觉得这儿就是我的家，在这儿感到非常的放松，非常的安全。我也觉得把这里称作我的家，比如说你来我家吧，我回家，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顺的一个语句，一个表达方式。我突然觉得，那我总是在寻觅的家是什么呢？它就是这里啊，就是我此刻很有归属感的地方。我理想的家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什么遥远的期待和什么亲人的羁绊。
就是一个非常舒适、非常安全的住所。我说的这个安全是真实意义的安全，就是没有人破门而入，没有人会伤害我，没有人会在不经我允许的情况下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就是 OK 的。然后呢，我希望这个家它是有阳光能够照进来的，还需要有一个厨房能够制作食物，能够在里面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还一定要包含一个因素，就是关系。我觉得这个关系它有很多种，当然可能是你过去的亲人，可能是你现在的一些朋友，比如说你跟别人合租，它也是一个家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能是你现在的伴侣，也可能是你的孩子，也可能是你的宠物，它都是一种关系。所以我在想，如果一个安全、舒适、放松而且有关系的地方，我觉得它现在就是我的家。是我自己对家的定义，我觉得跟我的语言习惯有关。其实我平时说家的时候，我会直接把我今天晚上住的地方叫家，所以经常出差的时候，我都觉得哦，我回家了，别人还以为我在那个城市有家呢。其实我只是说回酒店，但是我不喜欢说我回酒店，我会说我回家。我把所有我今晚要住的地方就当作家。我之前会觉得我是不是太过乐观了，但是我发现我其实本身并不是一个把家定义的门槛很高的人，就是今晚我可以住，然后我今天在里面很放松，对我来说就是家了。其实人是可以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家的，因为前面我们说了很多，就是说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家，我们也怕我们自己的家，但最主要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是有爱流通的。但是对于那种他家庭里面可能就是没有爱流通，他也没有必要硬要流通。如果你的家里面你感受不到爱，你可以自己建立一个家。今天你把它收拾的舒服一点，你跟你自己的家本身你们俩有关系，我觉得这也算家。如果你还希望有一个活物的话，可以养一个宠物，你跟宠物建立关系的话也算一个家。我觉得有宠物的人他已经算是一个很完整的家了。我刚刚听你说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触，因为每个人几乎都拥有自己的住所嘛，就甭管它是大是小，是豪华是贫瘠，它都是有住的地方。那我在想，什么情况下能真的说服自己把这个住的地方定义成自己心中的那个家字儿呢？可能就是你的很多情感诉求不用向外求了，比如说我的安全感，我的一些情感寄托，自己能够满足自己的话，那我觉得我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家。我现在回忆起以前过年回去非常想要找我姥姥的那种感觉，那我想要找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我姥姥给我带来的就是安全感。记得以前我一回家，我还挺愿意跟我姥姥睡一张床的，因为她往那一睡，她的鼾声一起我就觉得很安心很踏实，就好像外面的那些凡尘琐事此刻突然能够被他的这个呼噜声就能屏蔽掉的感觉，觉得特别的安心。如果有一天你告诉自己，我的安心不用谁来替我满足，我自己做到这儿，我就有能力让自己安心，那我觉得这一刻你可能就能把自己待的这个地方认为是家。对，就是此心安处是吾乡。是的，今天我们差不多也聊得挺多了，希望大家都能回家的时候也安心起来。如果你回家不安心，你也有能力建立一个让自己安心的家。如果说你的家对你来说就是一个 T 台，那你就好好的表演吧。对，完成这场过年的表演，惊艳四座。最后感谢欧莱雅对本期节目的赞助。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拜拜，拜拜。